考上985有个屁用！赔钱货读再多书也是别人家的人，家里什么情况你瞎吗？你弟眼瞅着要谈婚论嫁，市里那套婚房首付还差20万。老子今天给你指2条路，第一条，学别上了，我托人给你物色了邻村开厂的老板，你嫁过去，彩礼20万，正好拿去给你弟付首付。上啊！就我呀，全是一群猪队友。你要是实在想读也行，带上你那个疯妈一起走。从今往后，你们俩的学费、生活费、医药费，我1分钱都不会再给你们。我选第2条，从今天起，我知秋再也不欠你们许家1分1毫。行，你自己选的，带着你那个疯妈饿死在外面，别哭着回来跪着求我，滚！老许家祖坟冒青烟了，知秋考上985了。邮递员刚送到村口。老许，你这可是养了个好闺女啊，飞出金凤凰了。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都给我散了！吵死了！瞎嚷嚷什么玩意儿？没看见老子正打团呢！别打我！不敢了！别打我！妈这些年被打的医院诊断书复印件一共7张，邻居听不下去，报警的出警记录3年9次。许国昌，我从初3开始攒这些东西，装傻充愣，忍气吞声。我当了整整3年的狗，等的就是今天。明天，咱们就彻底掀桌子。醒醒，妈，咱们洗把脸。疼就忍一下。妈，我们走。许国昌，你这吃干抹净的魔窟，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踏进半步。想跑？20万彩礼没给我留下，你今天敢踏出这个门槛半步试试？还敢躲？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你敢动一下试试？睁大你的眼睛看看地上是什么！妈这3年被打的7张伤情诊断书，9次报警记录。这20年的账我全记着，这只是复印件，原件我早就藏好了。只要你今天敢拦我，明天这堆东西就会立刻出现在警察局的办公桌上。你敢算计我？等我到了学校，我的律师会来找你谈妈的赡养费。黑暗终于被甩在身后，迎着这束光，我活过来了。不要打！求求你别打我！不怕，有我呢，谁也不能再打你了。这是城里，那是汽车响，不是打人的棍子。483块5毛，这是我高中3年替人抄稿子，一笔一画攒下来的命钱。这几百块钱，就是我们母女俩在城里活下去的全部希望。地下室300一个月，押一付一，一共600，少1分都不租。大姐，我兜里满打满算只有480，您看能不能先收300租金和100押金，剩下的83块5我要留给我妈买救命的药，求您了，下个月发了助学金，我肯定第一时间补齐。少来这套，我这儿是租房，又不是扶贫，没钱住什么城里？带着个疯子，赶紧走走走，别在我这儿惹晦气。大姐，你看清楚这张通知书，我是南大的学生，还没开学我就带着我妈来了，我绝对跑不了。你把这间地下室租给我，全当救我们母女俩的命，这人情我知秋记一辈子。南大的，算我今天倒霉，下个月不补齐，立刻给我卷铺盖滚蛋！还有，管好你妈，不许乱跑乱叫。整整2天了，为了省下1块钱的馒头钱给我妈留着买药，我连1口饭都没吃过。凉水管饱，只要能压住这火烧火燎的胃，就能活下去。妈，听好，这就是咱们的新家了，很小，有点黑，但绝对安全，没人能再欺负我们。药只够5天，钱只剩80，我必须马上找到活儿，
必须是来钱快、能立刻救命的活儿，马上。洗碗、搬砖，来钱太慢了。这种几十块钱的，这些活来钱太慢，根本堵不住我妈药费和学费的窟窿。时薪500，干2个小时就能顶普通人半个月的工资，就是他了。喂，南城大学大一新生，我高考理综296分，我想在这座城市，你绝对找不到第2个比我更合适的。地址发你手机上了，下午3点过来试课，别迟到。梧桐路9号，那是市里最顶级的富人区，这块敲门砖我敲定了。妈，吃口馒头，你在家好好的，我出去给咱们挣钱，绝不能倒下，给我撑住！再整整2天只喝了自来水，又在暴晒下徒步2公里，他眼前控制阵阵发黑。这500块时薪是我妈活下去最后的命钱，我绝对不能露怯。就是你，一个大一的穷学生，也敢开口就要500时薪？夫人，您贴出500的时薪，想必已经见过了无数的名师，却还没能搞定您的儿子。您现在需要的根本不是一个便宜的老师，而是一个能帮您彻底解决麻烦的疯子。跟我来。穿过大理石地面的宽敞客厅，他带我走上旋转楼梯，昂贵香薰的味道极其浓郁。这原本高级的气息，此刻却让低血糖的我感到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2楼那长长的走廊在我眼里开始重叠晃动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借助上楼梯的动作扶了一下扶手。我儿子叫程彦白，脾气不太好，之前来过7个家教，待得最久的一个3天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此时的我耳边已经开始出现了轻微的鸣音。夫人，时间宝贵，开始吧。房门被推开的瞬间，重金属音乐像巨浪一样拍了过来，这种高分贝的震动让我的太阳穴突突狂跳，胸口闷得几乎要窒息。我径直走到音响旁，在那少年还没反应过来之前，拔掉了电源。房间瞬间死寂，只有我粗重的、带着颤音的呼吸。你谁啊？跑到我房间里撒野！程彦白猛地起身，带起的一阵风，甚至让我晃了一下。我叫麦之秋。你可以继续闹，也可以尝试把我赶走，但我拿不到这笔钱，我妈会断药。既然都要，你猜我临疯前能做出什么事？我一把抄起他桌上那张59分的理综卷子，现在坐下，听我讲题。谁给你的胆子动我的东西？趁我还没发火，立刻滚出去！我是来拿那500块时薪的人。夫人说了，半小时1道题，讲完题我就走。500块，我给你1000，现在就给我走，听懂了吗？我根本没看他，视线精准锁定在书桌角落一张被揉皱的物理试卷上。你物理不错。你眼瞎还是疯了？59分，你跟我说不错。选择题12道，你错了10道。但这10道，你选的每一个错误选项，全都是标准大 R 的下一个。程彦白的长啸瞬间卡死在喉咙里。第一题答案 A， 你选 B； 第2题 C， 你选 D。10道题，你完美避开了所有正确答案。想要考不及格容易，但想要每一道错题都精准的避开正确答案，只选相邻的错误项，这需要你把每一道题的正确选项都先精准无误的算出来，然后再费尽心思的绕开。程彦白，这比考满分难多了。这20分的大题，你连笔都没动。我现在只讲一遍，你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。看这儿，受力分析的切口在动量守恒。我的低血糖突然犯了，头晕得很。喂，你怎么了？坐下。
这500块1小时的课时费那么值钱，只要我还没死，这道题你就得听完。夫人，半小时到了，他听完了，结果您可以验收。温若云径直走到书桌前，拿起极其精准、思路诡谲的推导过程，眼底掠过一丝震惊，随即从包里抽出合同，啪地甩在桌面上。时薪500，签了它。但我有言在先，开学物理考试如果不进前3，或者低于85分，你必须退还全部课时费，没意见吧？退钱没问题，但我也有个条件。说，如果他考了90分以上，时薪翻倍，我要1000。你疯了！有意思，程彦白，听见了吗？你的脑子现在值1000块1小时，如果你考不到，这位老师就得白干。成交。每天下午3点，我准时推开梧桐路9号2楼的那扇门。第一天，他试图用沉默对抗，长腿习惯性的想往桌上搭，我只是冷冷的看了他一眼，他那条腿就像触电一样，尴尬的悬在半空，最后默默收了回去。第5天，当我的笔尖在纸上划过时，这里为什么不能直接用动量定理？能量守恒的临界点在哪儿？第2周周末，我扔给他一张限时摸底卷，40分钟后，我当面批改82。明天讲电磁感应。那天补习结束，我拉上帆布包的拉链，准备离开，背后突然传来程彦白有些发闷的声音：“喂，你高考物理到底考了多少？96。那你怎么不去读更好的学校？以你的成绩，南城大学根本配不上你。南城大学给我全额奖学金，而且我妈在这边看病方便。明天别迟到。不会。”拿到第一笔丰厚的家教费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我妈去了市精神卫生中心。你母亲根本不是精神分裂，是长期遭受极度暴力后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合并解离性障碍。极度的恐惧触发了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，让她把自己死死关起来了。我死死攥紧手，拼命忍着眼眶里疯狂上涌的酸涩。韩医生撕下一张便签，刷刷地写下了一行地址递给我：去这个公益机构，他们有针对家暴受害者的免费心理援助，别放弃。我双手颤抖着接过那张薄薄的纸，像接住了我妈下半生的命。走出医院大门时，正值正午，外面的烈日像火烤一样毒辣，白晃晃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。我妈半眯着眼睛，抬头看了一眼天上那轮刺眼的太阳，接着她抬起那只布满老茧和疤痕的手，用手背轻轻擦了一下额头上渗出的汗。热，这是她这1个多月以来第一次对周围环境做出的正常反应，不是沉浸在幻觉里的胡言乱语，而是真真切切地感知到了这个世界的温度。我一把反握住她的手，紧紧攥在掌心。对，妈，今天很热，我们回家。8月底，开学末地考试的成绩出了，接到温若云电话时，我正坐在地下室的床沿，给我妈梳头。97分，全班第1，年级第3。您满意就好。下午3点，我会准时去梧桐路做下一阶段的授课规划。合同上的对赌条款我会立刻兑现，按1000块时薪结算。这是你应得的，麦之秋，谢谢你，不仅是为了成绩，还有程彦白的变化。不客气。我挂断电话，银行卡到账短信紧接着响起，那一串铃是我和妈活下去的底气。我放下手机，正要给我妈扎辫子，楼道里突然传来房东大姐重重的摔门声。妈，是我，是知秋。我知道，刚刚那个声音触动了他潜意识里被许国昌殴打的记忆。我咬着牙抹掉眼泪，虽然治疗过了，
但妈的心已经回不来了。10月中旬的南城，秋风里已经裹挟着刀子般的凉意。我刚踏到学校大门，知秋丫头，快来，这儿有你的挂号信，打头还是律所的章，看着挺吓人。孩子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惹上啥麻烦了？要是不行，大爷帮你报警。没事儿，大爷，可能是我之前兼职的一些法律咨询。我看着纸上的内容，麦之秋女士恶意遗弃家庭成员，且在其生父许国昌先生履行18年抚养义务期间，累计消耗各项费用计12万8千元整。现正式要求收函人于3日内如数返还。12万8千元，许国昌，你这算盘珠子拨得挺响啊，连我小时候吃你半块剩馒头的钱都算进去了。信封里还夹着一张照片，许家宝正靠在一辆崭新的亮红色跑车前，笑得一脸狂放。看来许家宝在外面欠的赌债，或者是那跑车的贷款，已经彻底掏空了许国昌那点可怜的家底。丫头，你笑啥呢？这信上到底写啥了？你别吓大爷呀！大爷，我没笑，我只是觉得痛快。许国昌，既然你这么急着要把这层遮羞布撕了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昏暗潮湿的地下室，我反手锁死铁门，哗啦一声，将那个藏了整整3年的牛皮纸信封底朝天倒在硬木板床上，纸页发黄的就诊记录，9张盖着公章的出警记录，我指尖摩挲着那粗糙的纸面，这些债你也该还了。就在我坐在桌前熬夜写因素书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。妈，醒醒，那是梦。不告了，知秋，妈，求求你，咱们不告了，他会打死我的，他真的会打死我的。妈，你看清楚，这里是南城，他找不着。他会回来的，他有棍子，还有皮带，跑，快跑啊，知秋！妈，听好，现在该跑的不是我们，而是他。调解室里静的只能听到老旧空调的嗡鸣声。许国昌坐在我对面，眼袋耷拉着，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水分的烂木头。麦女士，许先生供你吃穿18年，这份抚养之恩重如泰山。你现在读了名牌大学，却连生父的抚养费都要赖掉，甚至恶意遗弃患病家属，这在法律和道德上都绝对站不住脚。闭嘴！你要跟我谈法？那咱们就好好算算。许国昌，你看清楚这是什么？许国昌在看到那几张出警记录时，整个人缩了一下。这9次家暴，每一次都是你打我妈的铁证。这一叠就诊记录，是你亲手打断她肋骨，把她逼疯的证明。这些你怎么？我怎么有？因为我等这一天等了整整18年。我现在正式提出反诉，你必须全额承担麦慧女士所有的医疗费，另外每月支付2000块赡养费，少1分我们就法庭正式起诉键。律师拿起我的证据扫了一眼，脸色瞬间变了，一把揪住许国昌的领子。你没跟我说有这些证据，这种恶性刑事边缘的案子，你让我怎么打？我以为他就是个没主见的丫头片子，不敢真的撕破脸。许国昌，情况极其恶劣，你确定要把这件事推进吗？如果公开处理的话，你会很麻烦。我撤诉，我现在就撤诉。撤诉没用，我的反诉已经立案。你要么现在签字给钱，要么下半辈子就在里面蹲着。爸，你说话，我的房子怎么办？你不是说他肯定会乖乖掏钱吗？完了，全完了。麦之秋，你混蛋！许家宝，从今天起，我和你们再也不见。
再敢来找麻烦，我让你们俩牢底坐穿。喂，温女士。知秋，我联系了顶尖的专家陆医生，周末带你母亲过去。谢谢您，温女士，这人情我记下了。周末我带着母亲去了医院，陆医生接待了我们，妈妈仍旧局促不安。陆医生尝试靠近母亲。陆医生，他明明前2天还好好的，怎么会这样？麦同学，你要明白 ，PTSD 的康复不是一条向上的直线，而是一个反复的螺旋，它会前进2步，再后退1步。你看，他现在正处在最深层的自我防御中，要给他多一点耐心。等他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安全了，他会回来的。妈，没事儿，后退多少次都没关系，只要你肯往前走，哪怕1厘米，我都陪着你。妈，你还记得小时候吗？你抓着我的手，一笔一画教我写名字，麦、知、秋。你当时告诉我，秋天的禾苗熟了就像火一样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愣住了，像小时候一样，妈妈摸着我的头，安慰我：“不哭，秋儿，乖。”妈，我好累啊，妈。南大的深秋风很硬，我刚出图书馆，路过，买多了。梧桐路离这儿10公里，你顺的是哪门子便？到底来干什么？非要问这么清楚？拿了钱不认人了是吧？不说我走了。哎，明天降温幅度很大，降10度，你听见没？多穿点儿。你要是冻死了，谁给我讲物理？也不知他在做什么，一会就跑没了影。晚上正吃着饭，妈，多吃点儿。妈妈突然停下碗筷，眼神慢慢变得清明。知秋，妈，你叫我什么？你再叫一遍。知秋啊，妈，我在这里。别哭，妈在呢。妈生病这段日子委屈你了。又是一段时间过去，妈，你看。妈，你自己跑去菜市场了。外头这么乱，万一摔了走丢了怎么办？不会丢。外面车那么多，路那么杂，你现在的状况绝对不能乱跑。我认路。知秋，妈认得回家的路了。知道你担心了，可我已经好多了。那就好，以后我们一起去。组队，你和我找好了一个理论满分的学长，现在就差你。我很忙，兼职、论文，还要照顾我妈，没时间参加比赛。第1名奖金5万，5万块够你干多少小时家教？你算算。而且，以你的脑子，如果不去拿这个金牌，简直天理难容。麦之秋，敢不敢跟我赢把大的？不得不说，激将法还是有用的。好啊，那就赢。比赛圆满结束，我和程燕白正准备回家，他突然停下脚步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。
2年前的开学模顶考，我物理故意考了59分，我那时候就想毁了自己。是你拍在我脸上的那张密密麻麻的草稿纸，一巴掌把我骂醒了。你自己不蠢，我只是推了一把。全国1等奖，奖金评分我收下了，但这个是你的，拿着。程燕柏来家里做客，当年你起诉你爸的那些铁证，到底是怎么攒下来的？从初3开始，他只要打我妈1次，我就偷偷记1次。没有本子，我就刻在床板底下。麦之秋，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对自己最狠的人，这不是夸你。又是一天的学习结束。姐，爸查出肝硬化晚期，要做手术，家里的钱全花光了，你帮帮我们吧，我求求你了。第一，在法律上，我和他早就没有任何关系。第二，我挣的每1分钱，都跟你们父子俩毫无关系。他可是你亲爸呀！当年他把我妈扫地出门的时候，想过他也会病死街头吗？赡养费我按月打到了法院账户，至于其他的，那是他自己种下的因，这苦果他得自己咽。周末我去医院看望母亲。你母亲最近经常在社区诊所帮忙，这是耿叔叔，做义工的退休老师。知秋，你妈妈已经彻底走出来了，她有权利，也应该拥有自己的新生活。我盯着照片，照片上的母亲露出了真心实意的笑容，我心里悲喜交加。母亲遇到能让自己真心笑出来的人真好，可为什么母亲不能早点遇到自己的幸福呢？我想见见他。就这周末，我见到了他，一个文质彬彬、满眼都是母亲的男人。吃吧，没刺了。我盯着他，不愿放过他对母亲的每个细节。幸好他的举止没有任何不妥，母亲对他也很满意。知秋啊，妈想试一试。我点点头，答应下来。好。一转眼，我即将毕业。麦之秋，谢谢你当初没被我吓跑，不过能走到今天，全是你自己厉害。谢谢夫人。别看我妈非要挑杨菊梗，向日葵是我自己挑的，收着。母亲欣慰地看着我。我闺女毕业了。晚上，我回到宿舍，看着程燕柏送我的礼物，里面是一条向日葵项链和一张纸条。你以前说用未来报复别人是吃亏，我想了很久，你从始至终都没有用你的未来去报复任何人，你是在用你的未来拼了命的救你自己，还有你妈妈，所以我想一直陪着你们。我平复自己躁动的心情，戴上向日葵项链。麦，一横一竖，枝，左使右口。秋，禾苗熟了像火一样啊。知秋，妈这辈子做过最对的一件事，就是那天早上毫不犹豫地跟着你走出了许家那个大门。炎二的初秋，我和母亲搬到了这里。程燕柏发来消息，原来是我们的论文上了期刊。向日葵热烈绽放，我们的生活